大家好，我是郭爸爸。大家好，我是简历宝。诶，你是锦鲤宝嗎？可不可以用一句話證明你不是 AI 偽造的啊？锅巴比夠了啊！上次我們聊了锅巴比的專利以及專利的應用，但是這次還是有問題。現在 AI 不是很強了嗎？為何還要提指定因子關係的矯正呢？嗯，這就像我們說，到底是邏輯好的人還是第六感好的人預測事情比較準一樣。爸爸以前那個博論的時候呢，看了很多研究法論文，然後當中有一個做預測的研究呢，它比較讓大家先把你預測的原因寫下來，再預測，或是你直接預測。那吉尼寶，你猜哪一種方式的正確率比較高呢？我們認為的話是第二種。第二種是吧？直接預測，那你的第六感很強哦。但是這種方法會有黑箱的問題，我們以後會提到哈。那什麼是黑個實箱？際上呢，那個也的確是直接預測會那個正確率比較高。那爸爸的理解是呢，如果你把預測的原因寫下來，再去做預測的時候，你就會聚焦在這些原因，然後把其他不可描述的因子權重呢，你可能把它歸零或是調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預測反倒會失準。那如果我們進行了指定因子關係的校正之後呢，再去迭代解釋剩餘的未解釋變量，這時候就能兼顧剛剛所謂的邏輯還有第六感。那黑箱的因子呢，也有機會減少。那因子減少了會不會比較差呀？其實更大的問題反倒是剛剛提到的黑箱問題哦。因為這些黑箱的因子啊，它如果沒有外延性又錯綜複雜，那外部情況變更的時候，那你怎麼知道要改哪裡呢？對不對？那如果是由指定因子關係校正，就不需要整個去重新迭代了。那比方說，而且這種情況很常見哦，比方說法律法規變動、代際的因素，或是一些非線性的社會文化心理因素。這時候如果讓機器學習自由心證的去補全、擬合、湧現，那可能會有一些有創意的答案，但是可能更多的是之前出現 AI 睜眼說瞎話的緣由。那反過來說呢，就是現在的 AI 的那個生成的方法呢，現實或物理 AI 的特徵或邏輯往往更複雜，所以就算有歸一層，也不一定會湧現某一些因子。要舉例來說呢，就像柯南如果沒注意到茶杯灑出去的角度異常，那或是我們沒有編劇逆推的全知全能視角，那可能木木警官他們就我就結案了，這是意外，對吧？又提柯南，爸比果然是柯南粉。可是现在大模型已經花了那麼多錢。其實沒有浪費啦，但是，爸爸後來2025年又寫了幾個專利，然後會在今年公開，所以現在還沒辦法透露太多。但是呢，透過這些專利呢，現在機器人 AI、物理 AI 或是 agent 的瓶頸就可以突破了。真的嗎？爸比，你不會害我還沒畢業就失業吧？我覺得現在衝擊比較大的可能是已經在就業或是在念大學的那一些學生，因為現在 AI 的模型迭代，只要方向正確，然後它算力又夠，其實都很快就能做出來。
然後如果3個月做不出來，其實都是在吹牛。相反的呢，就是如果點子被外泄，也是分分鐘被抄襲剽竊，所以爸爸現在可能連專利也寫不了了。真是的。另外，終於放寒假了，我也會盡快更新，也請大家繼續關注我錦鯉寶的手工視頻哦。拜拜。拜拜。